穿越时空的屏障，让我们前往陌生而亲切的过去。和所有贵妇人一样，辛追也很讲究穿着打扮。墓葬中一共出土了100多件丝织品和衣物，丝绸、刺绣、织锦应有尽有，包括各式各样的袍子、衣服、鞋子，还有手套和袜子，所有日常用品都没落下。有人把黑暗的地下世界称作古老的时装秀。所以马王堆呢，就是一座地下丝绸宝库啊。从来在中国考古学上头，几十年没有发现过这样完整的、这样大量的衣服。一件透明的单衣只有48克重，如果去掉领口和袖口的镶边，就只剩下25克重了。据说折叠起来可以装进一个普通的火柴盒里。中国古人形容高级丝织品，说它们薄得像蝉的翅膀，轻得像流动的烟雾。有了这件实物，人们发现这种形容并不夸张。这次这个蚕丝啊，那是质量相当高。你看这个苏纱单衣服，不到1两钟一件衣服，就说明它这个丝啊又细又甬，非常甬成，质量相当高。辛追还留下了不少女人的用品，出土的化妆用具虽然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但并不比现代女人的用具逊色。这个漆盒就是侯爵夫人的化妆盒，里面分2层，上层放着一面铜镜，下层有9个小盒子，里面装着粉扑、粉刷、木梳以及各种胭脂、白粉等化妆品。人们在尸体上发现，辛追还戴着漂亮的假发，假发盘出一个发髻的模样，用3枚不同质地的簪子别在真发上。辛追墓最大的财富，恐怕要算色泽鲜艳的漆器，一共出土了700多件，有餐具、家具、兵器，还有用来娱乐的博具。漆器一般用木、竹等制作胎体，经过上漆、绘画等工艺之后，最后上一道透明漆。漆器轻巧、实用、耐磨，在汉代十分流行。这批马王堆漆器堪称汉代漆器中的杰作，质地光亮照人，图案朴实大方，变化多端的云气纹配以艳丽的色彩，称得上精美绝伦。由于墓葬良好的密封状态，使得不太容易保存的漆器形状如初，色泽饱满，2000多年里几乎没有消损颜色和亮度，看上去和新做出来的一样，以至于让前来参观的外宾产生了误会。当时看了这一大片漆器，闪闪发光。他问我，你们是在这是2000多年前的吗？我说是的。你们在外边涂了什么东西吗？他以为他给加了工了，又涂了一层什么漆啊什么。哎，我说没有，我就这，我说我们国家嘞，中央有文物政策，明文规定，一切历史文物必须保持原貌，如果要加工，就是破坏，就犯错误。哦，他才点头，才相信。
关于随葬品的一个疑问产生了：为什么这么多奢侈的物品中没有一件青铜器和金银器物呢？中国从来就不缺少珍宝，每一件珍宝背后都涌动着澎湃的传奇。可是，只有它们才是珍宝中的珍宝，它们绝不能被允许送出国门展览。为了保住无可比拟的美丽，人们努力与时间赛跑。它们是国之重宝，传奇中国暑期特别加映系列纪录片《国之重宝》，敬请关注。墓葬都如此豪华，人们更无法想象生前的宫殿里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。成百上千的奴仆，无数的珍宝和享用不完的珍馐美食。神秘的辛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？她的家族究竟有多显赫？如果她不是代侯的妻子，又会是谁呢？当1号墓的挖掘还在进行时，长沙城里流行着一个新的说法，说马王堆2个土堆里埋的是西汉景帝的2个妃子。这种说法在地方志里也得到了印证。至于代侯家的东西出现在墓里，有可能是代侯献给皇妃的。在墓主人的身份完全确定之前，连考古学家都对这种说法有点相信。奢侈的陪葬似乎比较符合皇妃的身份。马王堆的2个土堆看起来确实很像是2个墓葬的封土，这说明在辛追墓的正东面还有一个2号墓，难道真的是2位皇妃的坟茔吗？但是就在1号辛追墓的挖掘过程中，忽然发现南侧冒出气体，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。既然南侧出现与1号墓类似的气体，看来很可能还有第3座神秘墓葬。1号墓和2号墓呈东西向排列，3号墓紧靠着1号墓的南侧。由于3号墓已经暴露，所以人们决定先挖掘3号墓。1973年11月，马王堆一带又热闹起来。这一次人们的心情少了一些疑惑，多了几分期待。所有人都希望能在这个墓葬里再次获得惊喜。由于有备而来，所以能对尸体做更好的保护和研究。1号墓主人辛追的身份和不朽之谜，或许能在3号墓中找到答案。但是，当考古队挖到墓葬东南角时，出现了意外。就在这个角上，大概有这么宽，有30-40公分宽，有1米多长啊，有个长条条，只有木炭没白钢泥，而且上边白钢泥很厚，下边很薄，这个地方干脆就没有。人们有些担心，不论原因是什么，白膏泥的缺失很可能会对墓葬的保护造成不利。1号墓的情景也许难以重现。挖掘的结果果然证实了人们的担忧。由于密封不严，3号墓里严重渗水。和1号墓相比，3号墓的规模稍小一些。棺室分3层，边厢里堆满了丰富的随葬品。后来他们中也有不少被证实是稀世之宝。但内棺的情况很令人失望。研究人员用准备好的真空泵提取棺液，结果以失败告终。那个真空泵就转的时候啊，那棺材都裂开了，
就是他已经不行了，是没意义了。3号墓的主人只留下一副骨架。医学专家测定，他是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。关于女尸不朽的谜团，并没有在3号墓中得到破解，而人们事先关于墓主人是2位皇妃的猜测，也没有得到印证。3号墓主人虽然没有给后人带来千年不朽的奇迹，但他留下了另一种珍贵的财富。3号墓里发现了大量的帛书和竹简，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，它们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出众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素养。12万多字的帛书，包括著名的古代典籍《周易》《老子》等等，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了1、2千年的古籍。这是继敦煌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古代典籍的发现。马王堆的帛书和竹简在日后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——马王堆学。这个帛书啊，它宝贵在哪里？有很多书，司马迁的史记，司马迁写史记都没看到，就保存在这儿啊。很多书啊失传了，现在不见了。3号墓里还有一幅帛画，画面上的人正在做着各种动作。有的像鸟一样展开双臂，有的好像熊一样笨拙地往上爬着，一共有40种动作。旁边还标有解说性的文字，这就是当时的健身体操。地图的4大要素：山脉、河流、道路、居民点。有这4大要素，这个地图就是很科学了。把这个地图跟现在地图比较，那个河流啊，它那个走向，它那个弯曲的那个形状基本一致。如果把这个地图跟现在呀航行材料现在今天的地图比较，当然是差一些，比不上。但是如果跟清朝的地图一比，就是说这个地图啊比清朝的地图还要准确。从陪葬品可以看出，3号墓主人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，他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，而且喜好读书。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，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的兵器，
人们推测，3号墓主人可能曾经担任过长沙国的武官。在3号墓里发现了2幅帛画，上面的男人就是墓主人的形象。这位年轻有为的武官为什么死于30来岁的壮年？是暴病而亡吗？或者还有别的更复杂的故事？从历史记载看，西汉早年，南方的南越国曾经叛乱，长沙国是抵御南越国的前线。2个王国的军队发生过激战，由于战争的地点自然条件恶劣，双方伤亡惨重。由此，人们猜测，3号墓主人作为长沙国武官，率领部队和叛军作战，不幸在征战中死亡。他被匆忙地运回长沙，匆忙地安葬。那么他究竟是谁？和1号墓主人辛追又是什么关系呢？在3号墓中，仍然没有找到关于墓主人身份的明确线索。人们开始把希望寄托在2号墓上。2号墓离1号墓西壁只有23米远。在1号墓发掘过去整整2年后，1973年12月，人们开始对2号墓进行挖掘。挖2号墓的时候呢，倒是寄予很大的希望，寄予很大的希望。但是这个封土都很大，跟1号墓一样大，2个一半一样大。我们就按照考古学的办法呢，要搞清那个地层关系，地层呢，不能够这么去挖下去。比方说封土堆呢，先把它搞掉一半，吹麻头要吹开，从这个剖面、就来看到它的地层关系、早晚关系。当时我们请那个机械化施工公司啊，你突然那个推过去的推掉一半，发现那个下边那个墓口啊，是个椭圆形的。椭圆形的墓口让所有在场的人都迷惑不已。同属一个墓葬群，为什么会出现方圆不同的墓葬口呢？一些专家考古所的，他说这不是个墓葬，但是全国挖了这么多汉墓，挖了这么这几万人，像这不知道像真正像挖的墓，从来没有那个墓口是个圆的，没有过的，这个没有的。在场的考古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，有人认为这可能不是墓葬，而是地面的塌陷。大家决定找汽车钻进行钻探。2号墓的规格显然比1号墓和3号墓都差，随葬文物也显得寒酸。如果真的像传说的那样，1号墓和2号墓的主人都是皇妃的话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这时已经到了严冬季节，一场大雪忽然降临长沙。天气太冷了，冰冻了，又是过年了，看到没什么东西了，那冻得不得了啊！我们在挖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说不但能够清理，而且要赶快清理，不能等。现在就是下雪进了冰，你做点时间把那东西拿出来清理完了。如果你一等的话，那个冰和水氧化，这个木会垮下去。是赶快。由于墓室被毁坏，里面一片狼藉，考古人员不得不在泥水中摸索。忽然，有人从淤泥中捡出了2颗印章。
我在这个上面啊，他在看哦，有两个印，他一看是李昌大号字印和李昌日印，哦呀，我当时就很高兴，我说这个墓主人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从印章上看，2号墓的主人确定是代侯，名叫李苍。而代侯字样的铭文在1、2号墓的随葬品上曾多次出现。代侯李苍曾在西汉初年担任长沙国丞相。如果墓主人的身份确凿无疑，那么还应该有一方长沙丞相的印章。当时决定文物清完以后，把各地把全部调上来，而且把各地把下面的余孽全部运来了，运到我们这个馆里。画图是我画图的嘛，我这块我就编个1号，我就编的啊，你编1号就把通的放1号。这个画这我在图下面画个编个2，最后拿回来就一个就是亲戚，拿回来亲事的呀，回来亲事，哎呀，这个了不得了。这枚印章证实了人们的推断，上面的印文清晰地显示出“长沙丞相”4个字。一单独余孽就呈出这一个印，其他什么文物都没有，就是这个印把它这个呈出来的。所以是人们的最大的价值就是上刻印章。3枚印章成为2号墓最大的贡献。3个墓葬主人的身份终于有了确切的答案，所有传说和猜测就此结束。2号墓主人是李苍本人，1号墓的主人辛追毫无疑问是李苍的妻子侯爵夫人，3号墓的主人应该是李苍的儿子。这一挖出来以后，好了，王旭同志啊，就是北京来的王旭同志，好了，挖出这个马王堆的眼睛来了。墓主人的身份虽然有了定论，但人们的疑惑反倒增强了。一个享有700户的小诸侯的家族，怎么会富比皇族呢？在西汉早年，长沙一带是比较贫穷的地方，除了封地的供奉，这个家族还有什么收入来源？另外，在3座墓中，为什么辛追的墓比丈夫李苍的墓要高贵那么多？人生自有境界，华灯初上，喧嚣渐隐，意兴阑珊。纪录片栏目《传奇中国》，璀璨呈现。传奇从现在开始，看中国。复原主要依据辛追颅骨的 X 光片、出土时拍摄的面部照片，以及帛画和相关历史文献资料。赵教授在电脑上完成了对辛追面容的复原，看起来她是一位地道的中国美女，而根据尸体的身长，还可以推断出她年轻时大约有1.6米高。人们据此又复原出了辛追年轻时的蜡像。没有记录可以查询辛追的来历，人们推断这位美女在很年轻时就嫁给了比她年长的李苍。丈夫去世时，辛追只有30多岁，家境也比较一般。之后，李苍的儿子李熙继承了侯爵的封号，一家人仍旧留在长沙。他也许是快乐的，锦衣玉食宠坏了他。他在家里为所欲为，不懂得节制和收敛。当衰老一步步逼近，他充满了恐惧，于是把所有的寄托都放在了死后的宫殿上，驱使大量人力为自己营造另一个豪华住所，还不惜挥金如土，定制昂贵的漆器和丝织品。
当年在发掘过程中，人们都对内棺上这幅用帛制成的画感到迷惑。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，这幅帛画始终散发着独特的魅力，吸引着人们。因为它不仅是一幅美妙的艺术作品，而且还透露了辛追内心的秘密，透露了当时中国人对宇宙和生死的认识。帛画有2米多长，一共分3个部分，下面是地狱，中间是人间，上面是天堂。地狱倒也不太可怕，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子，双脚踩在怪鱼身上，用头和双手顶着地面。人间的情景就是辛追当年生活的写照。他是一个雍容的老妇，在仆人们的环拥下，神态安详而略有些忧伤。这幅鸮神兔和蟾蜍，旁边还有一个仙女在飞舞。帛画最上端的中央应当是天神，她是一位长着蛇身的女子，也许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创世主女娲。一度繁华庞大的家族就不复存在，她的后人成为平民，从前的富贵烟云一样消散。侯爵夫人辛追为世界留下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和很多解不开的谜团，但他本人的心愿却在历史的尘埃中无可挽回地凋落了。